1953年入行，1967年成立咗 TVB 粵語配音組，1973年成立咗丁氏配音，呢一個就係我哋人稱嘅陰間皇帝丁宇叔啦。畢咗業之後，點解會話想話入呢行咧？咁啱啱咁巧啊，有一個機會咧，就佢哋有一套戲叫做《金鳳池與女四娘》。嗰陣時咧就係阿彭叔啊，同埋阿黃峰先生嗰度話：喂，佢叫我做阿弟弟嘅嗰時，喂弟弟啊，你有冇興趣即係拍呢套戲啊？你敢唔敢拍？咁我不嬲我都係中意做話劇㗎啦，如果你咁樣有咁嘅機會咧，你係放膽俾我試嘅，我咪就可以嘗試咯咁。阿胡鵬啊同埋黃峰啊嗰啲咁知道我係即係高中畢業，即係喺文化水平幾高㗎啦。咁嗰陣咧咁就同我講啊，佢話你唔好嘥咗佢啊！你即係有翻咁上下文化水平嘅，咁你可以學下做幕後啊，即係雙線發展咧咁。如果你係想做幕後咧，你可以跟我哋噶咁。咁我諗下係喎，咁當時咧我就應承咗彭叔同胡峰咧，我就做佢哋嘅助手，就開始最底層嘅場記做起。丁宇叔中學開始演話劇，自細就培養咗對藝術嘅熱情。咁佢演員身份入行咧，做咗好多幕後工作，譬如話場記啦、副導演。但點知最尾誤打誤撞喺配音界闖出一番天地啊！嗰陣時咧，配音嘅設備咧冇而家咁好啊，當時咧就好簡陋嘅。點樣簡陋法咧？只係得一個咪咧，同埋咧就係對白咧都未全嘅喎。咁啊嗰陣時配音室咧就係有呢個國語同埋粵語兩個一齊嘅配音，唔係同而家咁啊。嗰陣時配音咧都係用35mm 即係膠片剪嘅，一段段咁剪嘅。咁啊當時配嗰時咧有兩個，一個國語一個粵語。國語咧就嗰陣時咧就係阿洪薇姐，同埋應該就係李翰祥導演啊嗰班人咧，姜南啊嗰啲。咁啊粵語咧有一個我哋叫管吳啊，就做領班。配嗰個時候咧，一人配一段，就有時要自己度對白，有時即係唔夠對白咧，嗰啲口型咩咧就要自己參入去。咁啊國語配咗先，咁啊跟住粵語咧就跟住國語嗰啲對白，咁即係譯翻廣東話，喺一個短嘅時間就係咁樣。喺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差唔多一年拍成200幾部電影㗎。為咗加快時間咧，現場就唔需要再收音啦。而演員 NG 咧都唔使怕嘅，因為有後期配音啊嘛。但係因為當時嘅紅星好忙，配唔到音，所以呢個工作咧就落咗喺配音員身上啦。配音咧嗰陣時都係啱啱初萌芽嘅時候嘅，配音只係外國嗰啲華人咧聽嘅啫。拍戲咧嗰陣時咧就因為有時間就太短啦，嗰個年代開始咧就全部拍戲嘅就係唔收音嘅。如果唔收音嘅時候咧，就算係演員講錯對白都好啦，第日咧就呢個配音可以配翻佢講錯嗰個對白，就係咁樣拍戲咧就快好多。當時咧我一個月咧配14部戲，一年配128部戲，呢個記錄咧就到而家咧我諗都冇乜人破㗎啦。配音到而家都係有分2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朝頭早9點鐘開始，就到夜晚6點鐘就叫做早班，有8個鐘頭。咁啊跟住咧就休息1個鐘頭，7點開始就到第二朝凌晨3點，我哋就叫做夜班。喺嗰個年代咧，我真係俾唔到時間老闆啊、導演啊或者製片啊，咁個個都要等我。佢話唔緊要，佢話你俾唔到我時間，我嗰陣時我都話喂，你揾第二個人配啦，唔好揾我啦咁。佢話唔得，佢話我一定要等你，你俾到時間啫。咁嗰陣時咧，為咗要應酬呢班大老闆咧，我就自己創立一個好恐怖嘅叫做大夜班。呢個大夜班咧就係由凌晨3點開始到第二朝早7點，呢段時間咧，我哋就叫做大夜班，係我創立，所以
喺嗰個年代咧，我真係唔係人嚟㗎，一日做22小時，但係咧我自己咧就做得好開心。好多演員咧係最中意大夜班係邊個咧？我哋叫做星爺啦，星爺周星馳就專係配大夜班嘅。佢嗰陣時咧拍呢個永城嘅戲啊，周星馳係最中意喺蘇標呢個配音室度配音嘅。所以喺嗰個年代咧就呢個大夜班咧就係我創立，就真係好恐怖。真係估唔到丁宇叔嘅恐怖大夜班都有捧場客啦嚇！冇錯，咁丁宇叔60年如一日嘅堅持，令佢得到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而對於好多好想做配音員，但係覺得自己把聲唔夠靚嘅年輕人嚟講，丁宇叔想同佢哋講，唔使擔心噃。其實好多人都問我啦，佢話丁宇叔，佢話喂，我想入行喎，我把聲得唔得啊？咁點樣入行啊？咁我把聲岩岩慘慘啊，又係扭扭教教，又唔靚嘅把聲，咁得唔得？其實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只要唔係啞嘅就可以配音。解釋俾大家聽，靚聲咧你可以配男女主角啦，譬如嗰啲聲雄壯嘅，喂，你去邊度？你再唔嚟，我就打你一身。譬如嗰啲雄壯嘅咁嘅聲咧，咪配嗰啲大隻佬啊，配啲軍閥啊，配嗰啲打手嗰啲咁啦，如果有啲咁嘅即係唔三唔四嘅聲，好沙聲嗰啲咧，阿 Sir 啊，我今日未食飯啊，唔該你俾幾蚊我買個麵包啦咁。嗱呢啲咁嘅聲咧，我哋就可以揾佢配一啲咁嘅病人啊，或者係好話我聽揾啲吸毒者啊嗰啲聲咯，冇所謂㗎，即係一個領班咧就可以叫邊啲配音員去配佢嘅，其實冇所謂㗎，一定可以得㗎，唔使話一定靚聲。跟住落嚟，我哋有請丁宇叔嘅入門弟子、殿堂級配音員鄧榮控先生分享佢嘅聲音故事。當時呢個行業咧係非常之興旺，大家都知啦，因為過去咗每個人都可以親歷其境嘅。咁我哋做呢個配音咧，即係話後期製作。當時嘅後期製作係好繁複嘅，咁啊配音員咧就可以話得個待遇係唔錯嘅，因為佢冇時間使錢，日頭瞓醒覺返電視台，電視台一放工，雞咁腳就走去嗰啲廠，即係類似呢啲廠啦。呢個錄音廠咧就屬於我哋國家片場嘅，呢度嘅環境叫國家片場。當時國家片場喺香港咧就有長城、鳳凰、新聯3大公司，都係國家資金嘅，國家支持嘅。咁最好嘅待遇就係備受尊重，個個都好尊重一啲幕後製作嘅人員，所以呢個係值得我哋開心嘅年代。鄧老師自細覺得自己把聲好吸引，中學畢業之後咧就入咗商台，跟住成功考入無線藝員訓練班，入咗配音組。佢由1978年起成為咗成龍大哥嘅御用配音員，曾配演過《蛇形刁手》、A 計劃、警察故事等電影作品。另外亦都參與過唔少經典嘅卡通片同國外電影嘅聲音演出㗎，例如《喜洋人之灰太狼之牛氣沖天》、《人鬼情未了》、《狡兔計劃》等等。講到鄧老師最經典嘅角色，一定係《旺角卡門》入邊嘅烏蠅哥啦。咁烏蠅哥幾句對白已經變成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個場景啦，到話變成一個熱門嘅網絡 meme 圖啊！大家都覺得佢係配音員，但係喺佢心目中，佢覺得係用聲音演戲嘅演員。呢個叫做聲音演繹，亦叫做聲演。咁其實係演員嚟嘅。佢係要比演員更好，因為佢冇所有 body acting。譬如你演一個導遊嗰陣時，好多黃賭毒嘅片，咁啊賭檔少不免㗎。咁嗰啲天文台咧，多數都導遊啊嘛。我哋有一位過咗身嘅老前輩，叫做曾楚霖，一個老演員。我好多時都配佢㗎。靚仔聲觀眾係唔認同嘅，你要衰啲嘅，所謂衰霎聲。喂，老友發財埋邊啊？喂，想發財啊呢邊啊！喂，哎呀，哥仔，做咩咁快走啊？
輸咗可以搏翻嘅啫，嚟，再玩過。所以學配音咧，亦係操練我哋講嘅對白。操練我哋講嘅對白咧，就係話令到我哋講嘢咧開始回復正軌啦，應對一啲問題啊，同埋咧對呢個語言嘅反應觸覺咧，係會達到一個非常之好嘅練習。正如丁宇叔所講，配音好鍛鍊到創作同埋反應嘅能力。鄧老師都好認同㗎。喺近50年嘅配音生涯中，鄧老師總結出唔少配音小貼士。配音咧係有得着嘅，就係話每個戲都要經過翻譯啦、數嘴啊，所以咩叫數嘴咧？係代入啦，用啲字代入。翻譯咧，譬如我嗨咗個仔媽，我成日舉呢個例嘅，翻譯就係早晨。喂，大個嘴不停咁噏喎，我嗨咗個仔媽7個字或者8個字，大佬話點講啊？所以佢一個數嘴嘅過程，令你練習係用我哋嘅中國，用我哋嘅字，所以你嘅文學根底咧，第一要高啲，第二個反應要好啲，呢個都係鍛鍊翻嚟嘅。配音員需要留意周邊事物，亦都需要洞察人情世故，而最緊要咧係理解戲中角色嘅情感。跟住落嚟，鄧老師為我哋親身示範下。你身邊旁邊，你出到街啊，去到尖沙咀啊，或者去彌敦道啊，好常都遇到外國人。咁啊，知道佢哋嘅生活習慣啊，知道佢哋喜好，即係了解咗個人嘅性格。好啦，至於嗰啲明星咧，我哋係從咩咧？從我哋嘅外語片、韓國片啊、日本片啊，嗰啲主角啊，佢哋嘅生活起居啊，朝頭早啊，叫人哋早晨啊，多謝啊，都係鞠晒躬，好有禮貌嘅，就係日本人啊。咁啊，同我哋中國人咧，都係禮義廉恥啊，嗰啲禮貌咧係一致嘅。佢係咁嘅説話態度，佢係咁樣嘅市井之徒，佢講嘢咧係咁嘅。我哋平時都要留意多啲身邊啊，士多老闆係點講嘢嘅，的士司機點講嘢嘅，隔離阿陸嬸係點樣同阿陸叔嗌交嘅，嗌交嘅時間佢係講啲乜嘢㗎？我哋都要留意，掌握咗之後咧，根據呢個戲嘅台詞咧，就融入喺現實生活你見到啲人講嘅嘢咧，就注入去個角色嗰度，咁觀眾就覺得似啦。呢個似係緊要嘅，係神似，起碼要做到神似。呢個就係所謂揣摩嘅角色，我嘅心得。所以一直嚟講，我都係喺呢方面咧係做得好暢順。同埋冇撻 Q，因為自己喺平時嗰個觸覺咧，周遭嘅事物咧加以留意，咁對自己呢個工作咧係好有幫助。多謝鄧老師嘅分享，令我哋對配音嘅技巧有更深嘅了解。佢近年積極開設配音訓練班，舉辦配音比賽，培育新人回歸社會。每個配音員咧，其實咧都有一個本能。老中青，所以去揣摩個角色咧，完全靠個心。如果你冇心去講出嚟嘅對白咧，就好似唱雙簧咁啦，嗰個關我屁事，我講晒就係啦。咁咧你係冇入到個角色，就係觀眾睇都唔入戲嘅。所謂入戲咧，你係入咗嗰個角色。點樣進入嗰個角色係靠你自己，你自己嘅觀察力，觀察力係緊要嘅。所以觀察力係等於揣摩，咁你揣摩到咧，你認定咗咧，就自己設計或者自己賦予呢個角色。咁香港係咪有特別嘅優勢咧？香港係華洋雜居地，我哋係精通呢個好多國嘅語言以及異地文化嗰啲咁嘅生活習慣，係有利於我哋喺個統一同埋呢創作方面咧係立下咧好大嘅汗馬功勞。第一集我哋分享到八爺快很準嘅武打風格，跟住落嚟我哋有請以唯美以景感取勝嘅馬玉成導演。舊時咧，我哋香港嚟講咧就係有4班嘅學校嘅。第一班學校咧就係燕之園，燕之園嘅徒弟等係洪金寶啊、元彪啊、成龍啊、元華嗰一紮。第二個學校咧就係粉菊花，有邊個學員咧就係惠影紅啊、董偉啊、林正英啊。第三個學員就係唐迪，唐迪嘅徒弟等係程小東啦、
跟住就徐忠信啊、火星啊、潘建軍啊。第4嘅學校咧就係即係袁小田嘅仔就係袁和平啦，同埋袁長仁啊、袁龍舊啊、袁日初啊咁。佢哋4班人之後咧，就係佢喺香港個時代嚟講咧，就係拍戲啊、夜總會表演啊，做下潮州劇啊，做下廣東劇啊，同埋惠州劇嘅，已經百花齊放。到我哋個年代咧，就係已經又係好似佢哋咁拍下做下大戲啦，即係廣東劇啦、潮州劇啦，同埋夜總會表演咁。呢個段時間出嚟咧，我哋就接觸係電視台啦，即係叫我哋去做電視台做打關鬥。咁啊，慢慢接到咧，就係同電影又係接觸，所以我哋一路由呢度開始咧，就係慢慢拍電影同埋電視。馬老師就係師從唐迪老師嘅弟子程小東先生，佢亦都繼承咗恩師嘅無之舞風格，喺操刀《笑傲江湖2》《東方不敗》《飛天舞》同埋《倩女幽魂》之後一舉成名。其中《飛天舞》嘅武打設計更加喺韓國引起咗好大嘅轟動，上映第1個禮拜即刻創下120萬人次嘅票房佳績，成為咗2000年暑假嘅票房冠軍啊！但係拍電視嚟講咧，我哋同電影嚟講咧係唔同嘅。電視台係一個實驗室嚟嘅，因為舊時我哋即係試咗好多嘢，啲喺電視台就係去電影度拍。因為點解咧？電視咧，譬如話只有訓練到你咧係一個好靈活嘅腦袋啊，點樣可以解決每一樣嘢？因為電視台就係冇乜筆跡嘅。咁啊話嗱，有一把斧頭，嗱你搞掂佢啦，爛咗你自己搞掂。咁我哋能夠喺電視台嗰度咧，嗰把斧頭咧訓練到我哋咧，就係好似一把斧頭咧變咗10把斧頭。好似電影就唔係啦，電影就係話，譬如一把斧頭唔夠啊，我俾100你；唔夠我俾1000把你，就係咁啦。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咁，即係咁啊！有時我哋去拍動作片嘅咧，我哋就唔係話即刻做先戰劈，我哋舊時電視台即刻一去到就即刻要戰咗劈先。咁啊戰劈戰到收工嘅，因為舊時咧好興就係吊毛啊、抽慣啊，由嗰度搭落嚟啊，成個各樣全部都係搭。依家嘅年青人咧就係有事咧先去戰劈，同埋有時咧威有輔助去落嚟嘅。即係舊時嗰啲咧2、3層啊樓啊，有時我哋都係咁拗出嚟嘅，即係冇我哋以前嘅心酸個感覺。武打戲係香港電影一張名片嚟㗎。馬老師坦言，呢家呢一代年青人拍戲係完全冇之前咁辛苦㗎。佢都希望大家繼續重視武打戲嘅拍攝嘅質量，令到香港電影嘅新時代後繼有人。我哋聽下資深攝影師及導演鄺庭和先生點樣珍惜每一次佢嘅實戰機會。從電工到呢個攝影指導，喺呢10幾年裏面，我係不斷咁努力去學習咯嚇。咁喺呢個過程，我當然學到喺現場裏面一個拍攝流程，咁呢個係我嘅優勢咯。所以當時係用緊菲林嘅嚇，你知㗎啦，一用菲林，大家個壓力就好大嘅，就錢嚟㗎嘛嚇，菲林要錢，所以我就盡量係可以慳到時間，而又拍得到一啲叫氣氛啦。一啲效果出嚟啦！嗰陣時工作量好犀利啦，嗰陣時可以你一個禮拜即係閒閒地都3、5、7日唔使翻屋企㗎啦嚇，一部就會接一部，因為嗰陣時我哋好興旺啊，真係。喺第4集，陳仲秋老師就講到從畫面質感同埋同導演溝通嘅經歷。而鄺老師咧就從預算出發，去分享點樣合理分配資源，以最慳錢嘅方法，嚟達到導演心目中嘅畫面。你話點樣協調？我拍戲咗幾十年，遇到嘅情況都會好多。即係舉個例子，即係好似少林足球咁嚇，有一場戲ending 嘅，嗰場戲就係話講阿星爺同趙薇同一班演員咪行出球場，咁跟住一個 round check 咁啊，見晒球場裏邊係嘛，6萬個觀眾，6萬個觀眾，如果每個觀眾100蚊嘅話，就600萬，係咪？嗰陣時我就同導演阿星爺就講，佢有一部機器
可以租翻嚟，但係嗰部機器你淨係運費都10幾萬㗎啦。咁就係用咗嗰部機器，就用咗1日嘅時間，重複拍咗30個鏡頭，用咗2000個觀眾，就拍咗6萬個喺現場嘅一個咁嘅畫面。咁呢個就係一個攝影師同一個導演嗰個溝通咯，係咪？喂，你要用10幾萬一個器材，10幾萬一部器材拍1日喎，但係你要計數就話，喂6萬觀眾喎，到幾百萬㗎嘛，咁你要衡量咯，你要熟悉器材，你要知道有個咁嘅機器，係咪？你先可以幫到導演㗎嘛。鄺生憑住佢精湛攝影，獲得21屆金像獎最佳攝影提名。好簡單啦，Mummy 3，我哋嗰陣時拍攝好多大製作啦，係咪？好有錢，特技好勁。咁但係咧，佢有一個鏡頭咧，佢就要用8部機實拍。嗰個鏡頭講咩咧？男女主角喺一個貨車裝滿咗炸藥同煙花嘅貨車裏面，係咪喺最危急嘅時候跳出車外，咁啊，梗係逃出生死。咁佢點解唔用特技拍咧？要用8部機喺現場拍，係因為佢追求嗰個係真實啊嘛，呈現俾觀眾真實嘅氣氛，想觀眾帶入呢個真實嘅環境啊嘛。咁係咪我哋成日講一樣嘢？導演、攝影、燈光，如果嘅要求啊，我哋講就係唔係即係唔係錢唔係特技咯，係你嘅經驗，喺個經驗裏面你係嘛做唔做得到咁嘅效果，而可以幫助到個製作嘅話，咁就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合作。古老有一句格言嘅，佢嘅格言就係咁樣講嘅，佢話我去到一個目標就會看到下一個目標。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做人嘅座右銘咯，學無止境係嘛，我會繼續努力嘅嚇，希望可以拍到一個好嘅作品俾觀眾咯。拍、導演、美術、動作、劇照、配音，做咩崗位啊？梗係編劇啦。下一集我哋探索更加多創作型崗位嘅奧妙。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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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電影人。